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我们要看的兰花呢，是一款迷你型的文心兰，叫做香水文心兰，英文叫做 Oncidium Twinkle。 那这一个影片里面有大概2-3年的一个开花周期的一些记录，还有我对他们进行换盆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说把他们都串联在一起给你们看一下，当时我为什么会做那些动作。首先呢，就是因为本来一株情况它就一直长了很多新的侧芽，后来呢它一整盆，虽然说这杯子不是很大，但是你很明显能够看到它们已经长得相当的拥挤了。所以我当时呢就觉得说不换盆的话不行了，因为它这么挤也没有地方可以长了，然后又有一些新的侧芽长出来，所以我才决定要对它们就是进行一个出盆的动作，然后来拆解对，我英文叫做就是把它就是 divide， 就是把它就是分株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先把它们拆成一小撮一小撮的情况。然后这边呢是已经把根系都处理过清理过之后的样子。虽然说文心兰呢它开过花的这个球茎呢基本上不会再重新开花，但是它们也不是都没有用处，因为老的球茎呢其实因为还连接着，所以有时候呢还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养分或水分的供给那这个呢就是大家比较要注意的地方。那我后来呢就是把这4小撮重新再种回去不同的容器里面之后呢，它时间点到之后它就开始长花梗。那有时候难免的，这花梗会就是不小心卡住，你可能就是要稍微手帮忙一下所以它们才能够重新再长出来，要不然有时候花梗的确就是会变得弯弯曲曲的。那他们也后来陆陆续续都有开花所以是 OK 的只是说呢，当时我对他们的这个拆解也没有做得非常的精细，就是大概分成4小撮然后就分别的分开种。但是我发现在分开之后呢，有多少就是刺激到它的生长激素，所以我发现它们在长侧芽或长花梗或各方面，就是长的那个气势力道是有比全部都挤在一起来的要好一些。这种兰花一般来说以我这边的天气呢都是在12月左右开花那基本上就是我这边的这个冬天的时候那在台湾亚洲我记得时间差不多，所以有的人呢甚至叫它叫做耶诞文心兰之类的，就是它开花的时间也都是差不多在年底的时候。那这边一样就是给你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长势，拆完之后种到不同的盆子里面去之后呢，它们的一些有多少有开花的一个记录。那养这种文心兰呢，其实有时候叶子的叶端的确会就是变黄，那这种东西如果你觉得不美观其实可以用剪刀把它修掉。那这个其实呢跟温度、湿度还有你的这个养分上面我觉得都有关系。那我个人呢，我是没有真正太去做实验去真正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个因素造成它叶尖的部分会变黄。有的人说是养分，但是也有的人说是因为浇水的这个频率不当而引起的。那我个人呢养兰花在这一块上面我比较是想要看花，所以它只要能够开花，叶子的好看与否我觉得对我来说以这种兰花来说我倒是没有非常要求那这边就是一个影片的片段给你看一下当时他们4株兰花多少都有开花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一次的开花呢就是多少来一点，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惊艳。那这一株的话其实就是还是需要再多拆解一下，因为还是有点太挤。那这个的话呢是
个体比较大的根系也长得比较好，所以明显的它的开花的表现也就比较好。不过这一批这个开花周期它们的花梗长得真的不是非常的好，没有非常的延展伸展就是有点这样弯弯曲曲的。那时间很快的，我们来到了又1年之后，我们这4盆呢，我又重新再去出盆，然后整理根系。那这边呢，其实是已经根系处理完了。我这边用的这个毛巾呢，其实只是保持它根系的湿度那当初4盆呢，拆解完的4盆呢，我重新又把它们都该分的分，然后把这些比较老的球茎呢，我就去掉。所以你看到前面3个比较小的呢，是几乎只有1到2个球茎这样的大小保留下来而已，其他比较老的不会开花的，我觉得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个鳞茎球茎，我就是把它去剔除。后面2个是稍微大小有稍微大一点的，然后比较多球茎的来做保留，所以就是2大3小一共5盆。从去年从最原先的就是全部在一起的1盆到4盆，到现在是5小杯。其实总共还有另外2个，但是那2个我送了朋友，所以我自己保留5小盆下来。好，那这边呢，就是当时另外一个周期时间到了，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呢，它们就长了花梗，表现不错。这一次呢，它们的花梗呢长得就比较直立一点，就没有太多的那样弯弯曲曲，然后挤在一起的感觉。经过了这几年的这样的养护呢，我发现对这一款兰花呢，就是不要怕，就是换盆的时候呢，把老旧的这些球茎就剔除掉因为这样子呢，你能够增加它生长空间，然后呢，又刺激它再去长侧芽，或是进行更积极的生长就是不要像我当初第1年就是影片最先这样子，全部都挤在同一个容器里面，它们真的就没有多余的地方能够长。然后要记得，就是它们开过花的那个球茎就不会再开花了，除非你是要预留养分跟水分，了不起就是多留个1个到2个之外，不要留太多，这样子呢才不会太拥挤因为我个人养护下来发现老球茎留太多，对这种兰花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